是我在小说里看到的场景吗？温泉浴池、青纱漫帐，我穿进小说里了。你是谁？为何从天而降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掉进来的。你就是今晚要来？书里四少爷就是这么出场的，他就是那个变态四少爷。可这张脸，我不是，单纯路过。装失足落水，这种手段，少爷见多了。我没有。你想干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。林书姐，你在哪儿啊？告辞，一会儿被人撞见，该说不清了。原来你就是云舒。林书姐，你在哪儿啊？云舒姐，你怎么浑身湿透了？你不会是想不开投湖自尽了吧？这是谁？书里没提过。刚到陌生地方，不能轻易暴露。云舒姐，你是不是不想给？这是哪里？夫人选中你，那是天大的福气啊！你可千万别想不开。所以我是穿成了那个倒霉蛋。云舒姐，你赶紧跟我回屋换身干衣服。要是世子爷怪罪下来，咱们谁都担待不起。世子爷？那刚才那是……云舒姐，世子爷虽然清冷，但从不折腾人。你等着，我去拿件新衣裳，夫人特意赏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本破小说里后院就是龙潭虎穴。你有新的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前世送外卖被车撞，已经是倒霉透顶，穿书可不能再送人头了。生存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云舒，身份定国公府丫鬟，任务获取生存值，在定国公府活下来，生存值可兑换商城物品进行保密。系统，我就知道穿书标配不能少，寻个靠山要趁早。云舒姐，衣裳来了，有系统在手，还怕在这古代活不下去？从今以后，这具身体的人生，我说了算。云舒姐，你简直像换了个人，太好看了。走吧。云舒姑娘，你先进屋等待吧，大人还在书房写公文。这帕子要是见了红，明日便能全虚全蕊的出去；若是不见红，怕是连这院子都走不出去。前世见过那么多大风大浪，现在居然因为这种事紧张，真是窝囊。果然是他。是他。是他，浴池里那个男人，他居然就是世子爷。安之，都成这样，你在怕我？检测到宿主处于危险状态，自动开启新手大礼包。端水晶来。你倒是利落。自然要立则先。府里何时有这个规矩了？回世子爷是没这个规矩，奴婢觉得有必要证明自己的，免得日后真的怀上了会被人泼脏水。你倒是想得周全。奴婢做事讲究事事留痕，这是奴婢的规矩。事事留痕，你是个长了脑子的。世子爷这是在夸奴婢。退下吧。奴婢告退。下班了，谁还愿意跟领导待一块儿啊？这个丫鬟不一样。系统提示：宿主生命值仅剩1个半时辰，需尽快完成主线任务，请点击确认。这一次，我要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。
了我，我给你个孩子。四少爷，请慎言，下次奴婢定会告知夫人。世子睡了又如何？生不出孩子，待我磨一磨，让他怀上我的种，再被世子认下。昨个你伺候世子爷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入主来任务了，3日内获得500点生存值，系统奖励5000点，新手优惠以一反10，错过就没有了。500点，怎么不直接说让我3天内和陆景言再睡一次好了？世子爷1个月就宠幸1次寝，红莲的侍寝日排在了3天后，我这时候插一腿进来，这不是直接向红莲吹起了进攻的号角？可是这么多的生存值，让我放弃我也难受啊。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打工人。夫人，奴婢想求一个恩典，想请夫人做主，让世子爷今晚再召奴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准吗？是奴婢去世的祖母推算的，她记了册子，奴婢比对过几个月，都准。夫人若不信，可让太医验证。去请世子爷过来。这易寿孕期闻所未闻，儿子回头问问太医。不用问太医，云舒的祖母可是教坊出身的，最懂女子之事，知道这些也不足为奇。一些规矩若是因某个人开了先例，就会生出祸端。儿子定下这个规矩，就是为了杜绝后宅争斗、家产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成婚3年还没子嗣，你不急，娘都要急死了。世子爷，奴婢知道您重规矩，连着2日侍寝会让奴婢引火上身。您说下个月再改规矩，是在保护奴婢，奴婢感激。但如今情况有变，等不了下个月了。云舒说的对，世子，你别墨守成规。每月8回，再加上流逝，红莲不必当重房了。世子爷，奴婢可以不求宠幸，只求您收下奴婢，否则奴婢没脸活了。想以此逼迫主子，本主子不敢要。先留着吧。云舒，你敢断我前程，我必要你的命！世子连着2日召那个丫鬟侍寝了。是，夫人那边还夸她懂事。看来有人要动手了，我要先下手为强啊！世子爷，奴婢有预感。无稽之谈。奴婢就喜欢世子爷。这次不准像刚才那般放肆。奴婢告退。后院已经落锁了，你歇在隔壁。谢世子爷体恤，奴婢告退。我觉得怅然若失。新任务：5天内成为陆景言贴身丫鬟，奖励5000生存值。贴身丫鬟，铁饭碗啊！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你收拾的。是，书按类别分，常用的放右手边，衣架扶正了，免得落灰。生存值加100。就喜欢这种沉默打钱的领导。可要安置。昨夜奴婢以为这个月没机会了，就放肆了。攻心为上，不能光走势，也得走心。奴婢知道世子爷也是被夫人逼的，今晚让奴婢躺一会儿就回去，好不好？去旁边躺着。生存值加600。哎呦，怕有人听墙角，制造点动静。
太假了。世子爷，为了逼真，容奴婢冒犯一下。您让人端水吧。来人，端水。时辰还早，奴婢先回后院。谢谢世子爷。明明提出这种事，可今天竟生出几分遗憾。云舒，爷给你买的玉簪好看吧？四少爷，您这是在冒犯世子爷，奴婢会禀告的。你去说，看世子是妇女还是主治。一个丫鬟想勾搭2个主子，还有活路。四少爷，您放过奴婢吧。放心吧，跟了我，我会护着你的。现在跟爷来。云舒姐，哎呀，云舒姐，周姨娘找你呢，快回去吧。好。又坏我好事。世子爷看了我的求是信，莫名其妙是世子爷看了信认可了，但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收到入职邀请呢？唉，前世求职最烦的就是简历很优秀，可与我们当前职位的特定需求不完全匹配。宿主，超级大惊喜2个双胞胎啊！你不高兴，龙凤胎可是吉兆。闭嘴！我现在是独自养2个崽的单亲妈妈，正为钱发愁，还他爹还不给我通过面试。明天下午还收不到通知，就去找世子爷理论。贴身丫鬟的高薪工作一定要拿下。合着在我这儿搞部门团建呢？这些同事绵里藏针，听多了未打结。云舒，等季侍卫回来，得知你成了世子爷的通房，他可要黯然伤神了。这就是你的报复手段，先散播谣言说我和季勇有苟且，再制造伪证，甚至我怀上子嗣，你也会污蔑不是世子爷的主。你胡说！你和季侍卫本来就是郎有情妾有意。季大哥的娘亲是我干娘，你把我和他放一起说是人伦失序，不可笑吗？下次败坏我名声前，先搞清楚，免得弄自己一身脏。是我鬼迷心窍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走，去少奶奶那里掰扯清楚。少奶奶，红莲污蔑奴婢与季侍卫有私情，请您做主。云舒得宠，多次让世子破例，但打压打压也好。少奶奶，云舒和季侍卫本来就有情。云舒，你怎么说？奴婢第一次侍寝，世子爷知道，只是府里没这规矩，奴婢自己收着。罚3个月月银，禁足10天，抄府规女戒30遍。是。那我先告退了。看来这几次深度接触没白费，现在非常了解领导的喜好了。沉默打钱的领导，人间仙品，世子爷可要安置。奴婢还没守过夜，摸不清您起夜规律。不用你守夜，只负责白日起居。不用上夜班，太好了，怀孕了上夜班伤身子，多谢世子爷体恤，奴婢告退。他不是在邀宠吗？这就走了。快说说，你怎么让世子同意收你当贴身丫鬟的？奴婢写了一封陈情信。长得好又机灵，怪不得世子喜欢你呢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夫人，奴婢确有一事相求。这几日府里有关于奴婢和季侍卫的谣言，奴婢还请夫人严查，还奴婢清白。回头我让管家严查乱嚼舌根的，一律打板子发卖了。多谢夫人。相比少奶奶对红蹄不痛不痒的惩罚，夫人给出的打板子发卖才是真的有威慑力。当然，这也是夫人敲打我，让我绝不能和季勇再有任何私下往来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季大哥，你回来啦，干娘惦记你，回家了吗？云舒，你怎么了？我这次立了军功，世子爷让我当贴身丫鬟，你也别犯傻，赶紧回家看干娘。以后出门高低得看看黄历，这1个2个都嫌我命太长是吧？四少爷，奴婢只想伺候世子爷，您放过奴婢吧。听我的话，以后让你穿金戴银。四少爷，世子爷院子要修缮，云舒姑娘得回去监工。知道了。好的。这该死，怎么老有人坏我好事？娘，云舒真是长到儿子心尖上了，不把他吃进嘴睡不安稳。惯的毛病。既然你有执念，娘满足你，明天让你如愿。娘，你是说真的？不过是一丫鬟，你想要就要了。只是事后她可活不下来了。
世子宠幸的通房主动勾搭你，想借种混淆血脉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你被骂一顿，世子的脸面荡然无存，划得来。娘满足了你的心思，那你也要听娘的，老实一段时间，否则世子那边发怒，娘也护不住你。他算个屁！世子之位早晚是我的。行了，去吧。好。袁叔，这次你逃不掉。这些人看我的眼神倒是毫不避讳，标签贴的倒是快，看见这些人就恶心。今晚得在世子爷那儿上眼药。真是无法无天，可查出是谁指使的溥仪，害你没有子嗣，还未查出。二叔知你心急子嗣问题，但是也不能病急乱投医，没了章法，乱了嫡庶规矩。开口闭口规矩、礼法、嫡庶，一旦我爆出怀孕，他肯定对我口诛笔伐，搬出嫡庶效益压死我。二叔，嫡庶问题固然重要，但事急从政，在无子嗣面前，这些礼法都可做出让步。面对我的子嗣困境，二叔还强调嫡庶，难道是想要我一直无嗣，理所应当的让出世子之位？这是二叔觉得我们大房已经没资格袭爵，应该由你的嫡子明远上袭爵。我哪有让明远袭爵的心思？我倒是更怕大哥糊涂，宠幸庶子，最后因为你无子嗣或是没有嫡子，就要把该给你的爵位给夺了。老二，你胡咧咧啥呢？老子哪有这么糊涂？只要世子能有儿子，无论嫡庶，这爵位必然是他的，谁也别小想。谢过父亲。这是世子袭阶的通行证啊！等爆出怀孕，关于肚子里的娃，当即就得展开一场生死保卫战。宿主，温馨提示：今天生存值还差800到3000。世子爷，奴婢今晚能侍寝吗？为何？少奶奶要调养身子，不让您留宿，让奴婢好好伺候。安旨。这升职了还真是好啊，连房间配置都提高了。余额18000，花1万点兑换10点属性值，每个娃5点。新任务：1个月内彻底解决4少爷骚扰，奖励5000生存值。什么叫彻底解决？让他离开或失去作案能力都算。系统，你突然发4少爷的任务，是他要对我下手了？是，您一切小心。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，敌不动我动。请世子爷惩罚，昨夜奴婢放肆，没了规矩，自请禁足。禁足？他竟然能认识到自己放肆，主动请求禁足，我其实也没多恼他。禁足不必了，下不为例。奴婢多谢世子爷宽容，可奴婢还有话说。好生说话，不要献媚。我哪想献媚了，我就想拍个马屁而已。世子爷，奴婢自请禁足，除了觉得自己有罪，还想以此自保，避开4少爷。挺不错的想法。谢世子爷夸赞，奴婢也是想给您少添心思。不出去，既能避开4少爷，也能避开其他阴谋。你就不怕传出去被禁足，失了脸面？在生死面前，脸面算什么？老板不吃这套，算了，吃碗迷魂汤算加在刚才500里了。退下吧。是。烦请通传一声，夫人让云舒姑娘过去呢。云舒姑娘被世子爷禁足了，哪里也不能去。什么？云舒姑娘怎么就被禁足了？夫人有要紧的事找她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是夫人有急事，要是耽误了夫人的事，你能担当得起吗？秋菊，云舒姑娘，夫人急着找你呢，你快跟我走吧。夫人有急事召见我，可世子禁了我的足，我也不能违背世子的命令。这样吧，我让绿柳跟你回去复命，夫人有什么命令可以让绿柳传给我。先不用了，奴婢这就回去向夫人复命。秋菊有鬼，如果不是世子禁足，我肯定不设防的就去了。你去夫人那边，告知夫人秋菊的事。是。我没有传唤云舒，秋菊也没有回我这边来，派人全府里找秋菊。是。是秋菊，快去禀告夫人！秋菊那边的痕迹都抹干净了，回姨娘处理好了。娘，你今天可是让我白等。云舒呢？还能不能把她送我床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
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云舒？最近老实一点，云舒的事先放一放。我去外面找乐子。李嬷嬷，看看云舒的家里人那边有没有突破口，让他们出点乱子，别让他舒心了。是。云舒，你逃不掉了。世子爷回府。世子爷回来了。梅丽，世子爷，奴婢差点就被害死了，见不到您了。跟我进屋。我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，准备卖惨呢，结果一下被打断施法了。你觉得秋菊是四少爷的人吗？奴婢觉得祝姨娘更有可能，四少爷没这个心机，奴婢真想让他变成太监。也不是不行。世子爷，真的吗10天内，让你看到想要的结果。世子爷，奴婢真是好爱你啊，奴婢要一辈子伺候您。行了，世子爷，可要安置？世子爷，奴婢白日里也无事可做，能去您的书房找本书看吗？书房那边需要奴婢打理一下吗？你以前都看过什么书？字跟谁学的？书看过不少，但四书五经没深入研读，字是跟大哥学的，大哥跟爹学的，爹跟祖母学的。世子爷，奴婢的祖母以前也是官家女，奴婢一开始想偷懒，被祖母用柳条抽过好多次。那又是何人教你书写文书？你写的求情信也算是公正。是我大哥教我的，世子爷，我并非吹枕头风，而是举贤不避亲。大哥虽为奴籍，却饱读诗书，熟知公文。若他能来您身边，既能处理琐碎文书，又忠心耿耿，比雇外面的幕僚更让人放心。为你家人谋好处，你倒是一点不谦虚。那是因为我家人值得啊，他们都像奴婢一样守规矩、知分寸，还有真才善干。如此自夸，厚颜无耻。世子爷，回头我拿大哥写的文书给您看看，您觉得能入眼，就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？他若真有本事，可以如你所愿。世子爷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奴婢就算想以权谋私，那也是以满足您的需求，解决您的麻烦为原则，绝不会拖后腿。愧其礼。宿主触发系列任务，家人守护。吹个枕头风还能触发任务，这系统也太会了。世子爷的贴身丫鬟，好大的排场，听说她可受宠了，比府里的姨娘还有脸面。小姐，您慢点。小姐，坐好了，咱们要出发了。出发吧。小姐，您小心点。哎呦，这小脸圆润了，看来给世子爷当贴身丫鬟是个好差头。我向世子爷夸了大哥文书写得好，他答应给试岗的机会。你大哥嘴笨，能行吗？世子爷看重能力，大哥这样不会耍花招的，跟着世子爷才有前途。因为你得宠，这几天来套近乎的人太多了，还有人喊你爹和大哥去赌坊。爹跟着去了一趟赌坊，赚了10两银子，他们估计还想让我再赚2回，等我上瘾了再让我输。爹，谁带你去的？哪家赌服？都说了什么？写清楚交给我。你将计就计，当世子爷的眼线。爹明白，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。系列任务，帮父亲当上世子爷眼线，奖励2000宠爱值。字不错，有几分才学，明日让他过来考教。谢谢世子爷。世子爷，奴婢没有骗您吧？世子爷，我爹被人盯上了，我想让他将计就计，当您的眼线。不怕他威胁？不当眼线也已经被盯上了，只求您派个人暗地里盯着，关键时刻捞我爹一把。可以。任务完成，奖励2000宠爱值。世子爷，您真好。世子爷，奴婢今天研究了一道新菜式，酸辣口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改善。姨娘，四少爷出事了，下面受了重伤。快
还溥仪！四少爷出事了。听到了。听到了，世子爷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您得关怀一二。走吧。多谢世子爷。宠爱值加50。四少爷怎么了？飞扬他不行了，凶手是谁？必须抓起来偿命！我儿子唯一的血脉是被国公夫人还有二夫人给逼死的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回来！老子受不了这窝囊气！不光下面没蛋，还鼻青脸肿。任务完成，奖励5000生存值。还没笑够，再笑就成傻子了。奴婢太开心了，忍不住嘛。他出现后，一切都不再死气沉沉了。世子爷，奴婢前2日整理库服，看见里面放着长枪和刀剑。您现在的身体耍弄不了了吗？我给自己定了规矩，不再碰那些，也不再上战场。哦，世子爷，奴婢给您按按肩颈吧。夫人都夸过奴婢的手法。哎呀，世子爷放松，这么紧绷，奴婢没法按了。算了。世子爷恕罪，是奴婢逾越了。与你无关。你想说什么？奴婢怕触碰到世子爷的禁忌。不会。那奴婢放心了。恭喜宿主，世子爷对您有一点点心动了。您现在每天可固定获得100生存值。好感度多少？恭喜宿主，世子爷对您有一点点心动了。您现在每天可固定获得100生存值。好感度多少？40左右，宿主加油哦！才40，这闷骚也太能藏了。紧急提醒，宿主母亲马翠兰正被人陷害，1刻钟后，国公夫人将收到举报，称马翠兰以次充好，中饱私囊，若不及早干预，马翠兰将被重责30大板，发卖出府。有人要害我娘！世子爷，奴婢刚收到消息，有人要陷害奴婢的娘亲，奴婢要立刻去处理，求您恩准。什么消息？谁告诉你？奴婢有一种特殊的感应，每次家人有危险都能提前感知。上次秋菊的事你也看到了，求您信奴婢这一次。去吧，带上清河，有需要直接报我的名。多谢世子爷。拦住他，把袋子拿过来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袋子给我。这是给夫人的血燕，你们敢抢？苗管事，这袋子里的血燕是上等的还是劣等的？当然是上等的。那打开看看。这就是你说的上等血燕。云舒姑娘饶命，是有人指使奴婢的。谁？是祝姨娘身边的人。你现在跟我去夫人那里，把话说清楚，否则我把你连同这袋子血燕一起交给世子爷，你知道后果。云舒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夫人，奴婢刚才在回廊撞见苗管事鬼鬼祟祟，手里提着这袋子血燕，打开一看，全是劣等货。苗管事说，有人指使他用这袋子血燕污蔑奴婢的娘亲以次充好。夫人饶命，是祝姨娘身边的人让奴婢干的，说只要把马管事赶出府，就给奴婢50两银子。祝姨娘手伸得够长的，云舒，你做得很好。若不是你及时发现，你娘就被冤枉了。奴婢只是凑巧撞见。来人，把苗春梅带下去关起来，明日再审。马管事那边让他放心，本夫人不会冤枉好人。是。你娘在厨房做事多年，本分勤恳，本夫人心里有数。这次多亏了你，奴婢不敢居功，是夫人明察秋毫。家人守护任务完成，奖励2000生存值。少奶奶，求您救救我娘！我落得今日下场，都是因为你。云舒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不出来，你会后悔的！主子，红绫这是……管他要做什么，准没好事。出去让人把他赶走。把他赶走！
他藏了刀！云舒，我诅咒你，你不会好过的！你这个贱人，你害了我娘，害了我！堵嘴，捆上，押去夫人那里。是。世子爷回来了。红鸾清修吓到了吗？没有，奴婢都没让他近身。想什么呢？世子爷，奴婢现在有点相信自己真有锦鲤保护了，可是奴婢担心自己真怀上了，世子爷就不要奴婢了。什么叫怀上了就不要你了？你觉得我会屈母留子？奴婢不是那个意思，奴婢是说怀了孕肯定会搬出您的院子，到时候想见你一面都难了。净胡说！世子爷那么忙，奴婢一个妾室，难道还能像现在这样天天见您吗？说想要什么，别绕圈子。世子爷，奴婢想求个恩典，等奴婢怀了孕，你也要每天来看看奴婢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苗春没栽了，还送了马翠兰一场富贵。夫人抬举马翠兰，就是在抬举云舒。姨娘，苗春梅和红莲已经被发卖出府了，要收拾干净吗？红莲那张脸蛋还不错，别让她死，找个地方养着她，我还有用。是。之前我只觉得云舒是个随便能碾死的小丫鬟，可是一次又一次，我对上她就没有赢过一回。下人们传云舒做了2条锦鲤救母的梦，说她身负气运，已经怀上了双胎，那2条锦鲤就是她的孩子。这话从何处传出来的？奴婢也不清楚，兴许是云舒自己让人传的，给她自己和她未来的肚子造势。夫人定下哪日去相国寺了？3日后，26是个宜出门的好日子。下下签，幕后黑手的手都伸到相国寺来了。云舒，你怎么抽了个下下签？我还抽了个上重签呢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云舒做了锦鲤救母的吉梦吗？要不再抽一次？签子哪有抽2回的？看来这幕后黑手一定要弄死奴婢才能罢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回夫人，奴婢求签时想的不是子嗣，而是测自身吉凶。下下签，不吉之兆。几位女施主可要解签？慧觉大师正有空。带路。先让我抽下下签，下一步自然要解答。我就不信我这职场老油子还能输给古代版的忽悠大师。上下强，吉中带凶，所求能成，但要付出代价，更要认清身边的小鬼邪祟。大师，我这下下签之前还做过锦鲤救母的梦，如何破解？信号接收成功，果然是内鬼。女施主，你所说的锦鲤并非祥瑞，而是水鬼化形。你身上已染邪祟，与世子的子嗣有碍，还会影响国公府气运，需入寺庙静修1年半载，方可化解。水鬼化形不是锦鲤。大师，我求的是自身吉凶，不是子嗣。下下签说明害我之人正在施法，若我真是邪祟，为何能屡次化险为夷？大师难道比菩萨还灵？子嗣与你亲密相关，测自身与测子嗣是一样的。水鬼依附你而生，吸取你的子嗣源，保你平安。你只是暂时平安，怨气会积攒，后续还有大危机。大师是说我一定怀不上了？正是，施主还是早日化解为好。夫人，奴婢不如就此在隔壁尼姑庵清修。听大师所言，府里最近出事都是奴婢影响的。一派胡言！云舒揭露汤药问题，揪出眼线，桩桩件件都与子嗣有利，你是不是被人收买了？女施主，您虽身份贵重，也不能如此羞辱贫僧。不和你多言，走，找方丈去。这位施主，贫僧看您双眼干净，平和超脱，身具佛性，可愿在寺中带发修行，研习佛法？是我装过头了，还是这个新来的也是内鬼？大师，奴婢是国公府的丫鬟，不懂佛法，也不愿修行。善哉善哉。大师是说我这丫鬟身具佛性，不是身缠邪正。这位施主气息平和，澄净超然，让人见之忘忧，自然没有被邪兽缠身。
长公主驾到！拜见长公主，这边怎么回事？长公主法事被惊扰，法器坠落。若是怀玉郡主亡魂被惊扰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殿下，我们是被疯猫攻击，并非故意惊扰。回长公主都是因为她被邪祟缠身，才会把黑猫吸引过来，惊扰了小郡主的亡魂。奴婢云舒见过长公主，你是国公府的丫鬟。回长公主，奴婢是世子爷的通房丫鬟，因世子爷子嗣问题，奴婢已接连遭受毒手。奴婢并未邪色缠身，刚才慧法大师说奴婢气息澄净，与佛法有缘，奴婢怀疑慧诀被人收买，故意污蔑，请长公主明鉴。长公主，此女命带阴煞，她如今气息澄净都是伪装，我师兄也被她骗了。今日因她冲撞郡主法事，恐已惊扰小郡主亡魂，让她再也无法投胎。长公主失去小郡主已是剜心之痛，妾身也失去过长子的痛，可恨黑心小人利用这一点做恶事，损了您为小郡主积攒的功德，妾身斗胆，请长公主三思，严查后再处置。母亲为了保云舒，竟做到这一步。夫人，没想到她会如此力保我。检测到长公主身上有破局关键信息，需支付1万生存值，是否兑换？哟，平日里努力赚钱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已兑换。长公主已有身孕，孕期尚早，未诊断。这破局信息太完美了，精准找到长公主的痛点，1万花的值。长公主，就在刚刚，民女心里生出一丝感应，小郡主一直记挂着您，想与您团聚，她也终于回到了您身边。你敢欺瞒我，我必让你后悔莫及。民女愿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妄。殿下可请太医一验，若民女所言有假，甘受任何惩处。你真敢引导了，要是信口开河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夫人放心，奴婢不会感应错。去请刘太医，封了这里，所有人候着，不得进出。难道这个女人真的有精力护士，还能掐会算？恭喜长公主，却是喜脉，曰月余。只是殿下忧思伤神，脉象浮弱，急需静心安养，万万不可再动悲痛之气，否则胎枪难保。本宫的爱女真的回来了。云舒，你今日有功，待本宫回府自有赏赐。谢长公主，这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靠山啊！今日果然是宜出行的黄道吉日。国公爷，飞扬那孩子伤成那样，心里戾气太重，妾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你想怎么办？妾身听说云舒姑娘身负祥瑞，又有福气，不如让她每日去飞扬房里念半个时辰佛经，帮飞扬化解戾气，这也是为世子爷积德，为国公府祈福啊！荒唐！去一个外男房间，成何体统？你这是要毁他名节！云舒姑娘又不是一个人去，可以带丫鬟婆婆，门口还有人守着。再说飞扬都那样了，还能做什么不成？夫人何必如此动怒？祝姨娘也是一片慈母心，老四都成废人了，还能冲云舒做什么？一个丫鬟去念念经怎么了？夫人若是不愿意，就当妾身没说过。只是飞扬那孩子天天拿针扎人，早晚要出人命啊！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云舒，每日去老四房里念半个时辰佛经。新任务：解决为4少爷念经危机，奖励3天生存值。这任务就是送福利来了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，爆出怀孕就行。国公爷，夫人，奴婢有一事相求，奴婢恳求夫人先陪着奴婢去一趟4少爷院子，看看4少爷的情况，然后再请夫人为奴婢定下该读哪本佛经，能更好的帮助4少爷化解戾气。好，我陪你去。那妾身也一起去吧。快把府医喊过来！府医，您这边快点，快给他诊诊，可是喜脉。是夫人。恭喜夫人，是喜脉，已月余。好，云舒，你真的怀上了，你真是个有福气的。胎相稳不稳？要吃什么保胎药？云舒姑娘身子康健，怀孕月余，呕吐正常，不用服药。赏，全府上下赏2个月月钱。她竟然真的怀上了。云舒的赏赐，夫人你看着办，一定要厚赏。这何须您吩咐？云舒怀孕了，念佛经一事就不必了吧？当然不用，夫人先带云舒回去，老四这边我找大师来念经。姨娘，云舒邪门，咱们先对他爹下手。他爹这几日赌房输了不少，云舒定会管束他。闺女教训爹，稍一鼓动，江光海就能和云舒闹翻。可恨，他事情2回就直接怀上了。即便咱们不出手，他肚里孩子也未必能生。就算少奶奶没身孕，云舒生闺女无用，生儿子少奶奶也难容她。况且还有2个姨娘，咱们不妨边走边看，瞧他们争斗。江光海那边要捧着他，让他彻底得意忘形。姨娘放心，接触他的都是蛊惑人心的高手。
妹妹，你怀孕了？大哥，咱爹那边你得帮他把控着，别被人吹捧的迷失了。放心，云舒姑娘，周姨娘院里的喜儿想见您。我马上来。云舒姐姐，求您救救奴婢！怎么回事？奴婢要被调到四少爷院子做洒扫丫鬟，奴婢的好姐妹差点被四少爷用针扎死，奴婢不想去，不想被折磨死啊！新任务：救下喜儿，驱逐四少爷，奖励6000生存值加个人声望。四少爷对我动手了。走水了，快跑！走水了。梅香院和我这锦书院只隔一道墙。宿主与孩子将遭遇生死危机，花费1万生存值可获得全面信息，可要兑换。要纵火只是调虎离山，四少爷的人已埋伏在锦书院外，趁混乱将你掳走。果然不能惹没卵用的男人。干娘，绿柳。主子，梅香院走水了。我知道，干娘，你去把季勇叫来，让他带人在院子外面埋伏。有人要趁乱掳我。绿柳，吩咐咱们院子和世子院子的所有婆子小厮，立刻去挑水救我，水缸、木桶全部装满，能救多少是多少，动作要快。是。快，都起来挑水救火！清河，你过来，去把我大哥叫来，让他去找房管事，说有人闹事，让房管事带人守住锦书院四周。是。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倒要看看这把火最后会烧到谁身上。有刺客，保护院子！谁给你的脑子？说，谁指使？四少爷，滚了！押去正厅。受伤了吗？肚子疼不疼？没有。世子爷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人。奴婢没事，孩子也没事。真的没事？真的。先进屋，这里交给我。父亲，陆飞扬谋害嫡兄年幼子嗣，按律判斩监候。世子，老四疯魔了，只要你给他留条命，随意处置。杖100，徒3年，逐出家族，族谱除名。国公爷，求您不要把他逐出家门。你不想失去儿子，世子就活该没有子嗣。行了，让老四去服3年劳役，逐出家族。我不想活了。还想死吗？我可以成全你。熊包样，好好去服摇曳。世子，云舒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夫人，江光海跪在院外，说有要事禀报，关于云舒姑娘的。让她进来。夫人，奴才不敢再欺瞒云舒她根本没有怀孕，是吃了奴才娘留下的秘药造出的假象。你说什么？秘药可造成喜脉假象，御医难诊出，2月后喜脉自消，她便假装流产。奴才本盼她富贵后拉自己一把，谁知她给家人谋差事，却不管奴才，还不许奴才赌钱，奴才恨啊！去把云舒叫来。夫人，妾身听说江光海来揭发云舒假孕，实在坐不住了。你倒来得巧。妾身不敢，只是云舒这丫头心思歹毒，留她在府里必成祸害啊！奴婢见过夫人。云舒，你父亲说你吃了假孕秘药，骗了所有人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夫人，奴婢没有吃任何秘药，奴婢是真的怀了世子爷的孩子，父亲被人蛊惑，被人拿捏，才会来污蔑奴婢。云舒，事到如今你还嘴硬，你父亲都跪在这里揭发你了，你还要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。你说有人蛊惑他，那你说说是谁？祝姨娘，奴婢还没说是谁，您怎么就急着对号入座了？祝姨娘，奴婢还没说是谁，您怎么就急着对号入座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只是关心世子爷的子嗣，问一句怎么了？夫人，奴婢父亲本分老实，不沾赌。奴婢得宠后，有人带他去赌坊，先让他赢钱使其上瘾，再让他输，欠下巨额赌债。这些人拿借条逼他，称只要污蔑奴婢假孕就帮他还债，还许以富贵。你说有人设局害你父亲，是谁？是谁最恨奴婢得宠？是谁生怕奴婢生下世子爷的子嗣？是谁刚被送去家庙就迫不及待的要翻身？夫人明鉴。
云舒，你血口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祝姨娘，奴婢只是陈述事实。有人设局让他欠债，有人拿借条逼他害我。至于这个人是谁，父亲心里清楚，您心里也清楚。夫人，您看他这张嘴，妾身只是好心过来关心，他就把脏水往妾身身上泼，妾身冤枉啊！行了，都别吵。江光海，你说是谁带你去毒坊的？是。江光海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诬陷主子是什么罪？你知道？祝姨娘，您这是在威胁我父亲吗？没人带奴才去，是奴才自己去的。云舒，你少在这儿打感情牌。你父亲都说了，是你不管他，不给他银子，他才来揭发你的。你还有脸问？祝姨娘，您这么急着替我父亲说话，是怕他说出什么吗？夫人，您看他这是要把脏水泼到妾身身上，好为自己开脱。够了！庆和，药搜到了吗？回夫人，搜到了。验。回夫人，这药丸确实能造成滑脉假象，但药效只有2个月。云舒，药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夫人，这药丸奴婢从未见过，若是奴婢用来假孕，为何不毁掉？请夫人给奴婢1个月时间，到时候肚子自然大起来，是真是假一目了然。谁知道是不是你忘了销毁？事到如今，你当然要狡辩。祝姨娘这么盼着奴婢流产，是怕奴婢真的生下世子爷的子嗣吗？云舒，不是我不信你，但你父亲指证密药在此，你让我如何向全府上下交代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夫人已经开始动摇了。谁要交代？他来了。母亲，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在衙门吗？儿子听说有人污蔑云舒假孕，特地从衙门赶回。祝姨娘好大的本事，人在家庙，手还能伸到前院了。世子爷说笑了，妾身只是关心世子爷的子嗣，才过来看看。关心还是别有用心，有我在。母亲，江光海的话不可信，儿子已经查过了，带江光海去毒坊的人是祝姨娘身边的李嬷嬷，设局让他欠债的人也是李嬷嬷，拿借条逼他污蔑云舒的人还是李嬷嬷。世子爷，您不能血口喷人。血口喷人，李嬷嬷已经被压在外面的柴房，要不要叫她进来对质？把李嬷嬷带进来。李嬷嬷，是你带江光海去毒坊的？是你设局让他欠债，然后拿借条逼他污蔑云舒假孕？是谁指使你的？是老奴自己。老奴心疼四少爷被赶出府，恨云舒害了四少爷，才……你一个嬷嬷能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毒坊的人是你联系的，密药是你找来的，你背后没人。这是毒坊掌柜的供词，他说是祝姨娘身边的大丫鬟去找他设的局。李嬷嬷，你还要替谁顶罪？世子爷，妾身冤枉，妾身不知道这些事。不知道？那好，让李嬷嬷说。李嬷嬷，你说实话，我可以饶你。是老奴主子指使的，是祝姨娘让老奴去办的。她说只要办到云舒，四少爷就能回府。老奴鬼迷心窍，老奴该死。祝姨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夫人，妾身只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设局害人，污蔑假孕，还弄出什么密药？这叫一时糊涂？母亲，证据确凿，祝姨娘屡次谋害云舒和府中子嗣，本家规应送去家庙终身清修，永不得回府。就这么办。来人，把祝姨娘送去家庙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云舒，委屈你了，方才我差点信了那贱人的话。回去好好歇着吧。从今日起，你的院子加派护卫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谢夫人。我送你回去。怎么了？世子爷，您一句话都不多问，就这么相信奴婢？你是我的妻，保护你是我该做的。世子爷，谢谢你。以后有事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许一个人靠。世子爷，您能去看看我爹吗？夫人命人严审他，我怕他被打残了，他想豁出命保我，可我不能真的失去他。别哭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你父亲若真如你说的再不娶，我必会保下他。好。
世子爷，我爹他被打了几板子，但伤不重。我让人把他关起来了，不会让他有事。他都是为了保我。我知道，等这件事平息，我会安排他去西北，那里安全，也能离。世子爷，您为什么对奴婢这么好？因为你值得。别哭了，你父亲是条汉子，为了你豁出命去。我爹他都是为了我。你家里人都脱了奴籍了？什么？你大哥继续做我的书役，你母亲可以开茶楼，你父亲去西北。至于你大嫂，你想怎么安排都行。世子爷，您是说让奴婢家里人都脱了奴籍？世子爷您太好了！家人守护系列任务完成，奖励1万生存符。闺女，爹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瞒着你了。爹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把自己污蔑成渣爹，是不是还藏着什么计划？啥都瞒不过你。你祖母说当年家族获罪是被冤枉的，可你知道当年判你外曾爷爷有罪的人是谁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对方还没死呢。是当今圣上。哇哦，能被老皇上当年构陷，外曾叔父想必官职也不小。你外曾祖父当年是太子府的少詹事，被那时的燕王，也就是当今圣上判定泄露了科举题题，因此抄家。老皇上当年为弄倒太子自己上位，外曾几父被冤死，这真没法喊冤。爹，你难道是想为外子曾父翻案？别胡说！你咋不说你爹我能上天当神仙啊？也对，这件事想翻案与皇上无异了。我听你大哥说，你想求贵人帮忙，让大哥能安心求学入仕。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是天大的好事。但爹怕外公家的后人想翻旧账，会连累你和大哥，所以才着急找他们，想先弄清状况。爹，你先去西北的马场安顿避一避，找人的事我来出钱出力搞定。家人守护支线任务，找到温家人，奖励1万生存值。世子爷，你知不知道妾身祖母的出身来历啊？你父亲告诉你什么了？妾身的母家温家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真的？温家还有人活着，在琼州。等消息传回来，我告诉你。世子爷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什么都替妾身打算好了，妾身好喜欢你啊！行了，世子爷，妾身这么亲你，你不会觉得妾身很放肆、没规矩吧？对了，世子爷，妾身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妾身想捧几个名伶，在茶楼唱曲儿，还想自己写画反子，让说书人讲。这些词作又是从你祖母那里得来的？当然不是，妾身背下来的。你倒是什么都会。那当然，不然怎么配得上世子爷？名伶可以捧，但这事儿你不要出面，也别让母亲知道，名声不好。妾身就只告诉世子爷，因为世子爷最宽容大当了。少拍马屁。那画本子呢？写完我先看看。世子爷，您怎么什么都替妾身考虑好了？怎么了，姨娘？我觉得你这一胎是双胎的可能性极大，不如你再请一些有经验的名医给看看。真的有可能是双胎吗？我之前做的胎梦就是2个孩子，可是我看医书上说难养活，怀双胎各种危险是会增加的，所以要提前很早做准备，要找有经验的稳婆。绿柳，去给夫人和少奶奶传话，让他们找2个大夫再来给我瞧瞧。是。真有可能是双胎，9成可能是。那就一定是了。赏，府里下人都赏1个月的月银，给孩子们积福。妾身母亲开的茶楼3日后就要开业了，想求夫人去给捧个场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就下帖子，再邀这2个老姐妹一起过去。我也会邀请闺中好友一起去捧场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少奶奶。茶楼开业任务完成，奖励6000生存值，造型计划成功。世子爷，妾身查出怀了双胎，你一点都不惊喜吗？我早有预料。相比喜悦，我更忧虑，怕你不能平安生产。不会的，我们的孩子会平安出生，也会保护我没事的。孩子刚动了，妾身也感受到他们扑腾了，他们在回应妾身的话呢。世子爷，你有给孩子们起名字吗？还没起好。世子爷，妾身查出双胎，你怎么奖励我啊？我找到温家人了，算奖励吗？真的？他们怎么样？都有谁啊？只找到了你祖母大哥那一脉的人，其余人还没消息。有关他们的具体信息不好书信传递，等我的人从琼州回来才能得知。
寻亲的支线任务完成，奖励1万生存值。这就算完成了？我还以为要把温家人都找全呢。系统这是放水送福利啊！能找到一脉也很好了，谢谢世子爷。今日孩子们闹腾的可厉害了。没有，他们这几日挺乖的，肚子也没那么发紧发硬了。世子爷不用过度忧虑。他在这个府里危机四伏，他现在临盆将近，我应该为他早做打算。你好好休息。身边的人看着我肚子大，一个个心焦。我这个准产妇倒成了定海神枝，安慰完这个安慰那个。宿主有大危机来临，花费1万生存值，可以了解详情。还有3天就要生了，什么大危机？支付。龙妃和齐王要制造天降异象，把2个孩子说成真龙之子，诬陷世子有造反抄家灭门的死罪。系统，他们怎么制造异象？资料已发送。没科技特效的古代，能折腾的也有限。我来给他们一些科技与狠活的震撼。世子爷，今晚陪妾身吧。妾身是心慌。是不是要生了？天天感觉要生了，又没生。别怕，我在这儿。世子爷，妾身要生了。来人，快叫稳婆，叫府医。系统说无痛分娩，但还是疼。不过不能叫太假，否则不像我了。怎么样？啊，恭喜，是小公子。好，赏所有人2个月月银。哎呀，第2个孩子胎位不正，血崩之兆。世子爷，夫人，江姨娘难产，胎位一直正不过来，万一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孩子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保大人，听清楚，保大人。若云舒有任何疏失，所有人陪葬。世子，那是你的骨肉。母亲，孩子可以再生，云舒只有一个。云舒，你答应过我，要陪我一生一世，你不能食言。这个傻子，系统，帮我正胎位。胎位正过来了。恭喜世子爷，又是一位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云舒呢？她怎么样？江姨娘脱离昏睡过去了，性命无碍。姨娘辛苦了。还活着。天哪，麒麟！系统，麒麟祥瑞，现在放，已执行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麒麟，是麒麟。这是。我的个乖，还真是麒麟降生到咱们家了。齐王，你想造降锥害我，我先给你来个真的，这叫先下手为强。麒麟现世，天下大安，这是圣主恩泽，才能让祥瑞降临啊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老臣和老臣的孙儿也是跟您沾了光了，得遇明主，老臣感激涕零啊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凭什么？我的乖孙果然是有大气运的。父亲，即刻进宫。走。玉树，你又救了我全家。皇上，天降祥瑞呀！臣的孙儿出生时，天空出现了麒麟异象，2只麒麟朝向皇宫方向，这是圣主恩泽，护及忠良啊！陆爱卿，你说臣怕孩子浮浅德薄，消受不去天赐之运，恳请皇上赐名赐福，借皇上龙威，为他们压一压这份过重的气，护佑他们安稳长大。你倒是会打算盘。陆景横、陆景瑜，景之祥瑞光景，横瑜皆为美玉。谢皇上隆恩。谢皇上。在此4字，领指双针，可做匾额，悬挂在孩子卧房正墙中央。等明年春暖花开，孩子大些了，抱进宫镇瞧瞧。臣一定把孙儿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抱来给皇上看。好，谢皇上。行了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臣告退。
孙儿呢？让祖父看看。嘘，小声点，别把孩子吵醒了。皇上赐名了，老大叫陆景恒，老二叫陆景瑜。景恒、景瑜，皇上赐的名字就是好。还有呢，皇上还赐了“林芷双珍”4个字做匾额，还说等明年春暖花开，让孩子进宫给他瞧瞧。方嬷嬷，明儿个一早把这匾额拿去裱起来，挂到正堂去。好嘞，保给您裱完乐开花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皇上赐名赐福，还让进宫。这下齐王他们再想搞事，就得掂量掂量了。来，让外公喂你喝一口。我要和离。柳氏，你失心疯了！我没有失心疯，母亲，我怕忍不住对云舒下死手，与其变成疯婆子，不如和离。好，你想和离，那便和离。你们胡闹！等说服你娘家同意再说。世子爷，新春大吉。柳氏要和离，母亲气得不轻。少奶奶这么勇，你担心什么？母亲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把我和孩子分开？我会拦着。光拦不行，得让母亲自己打消柱头。这样，若他提出来，你装作不知，让我来应对。你守在门外，听到我提高声音就进来。你确定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好。主子，少奶奶来了。去，请她进来。是。云舒，你不想做正妻吗？我和离就是给你让位，你帮我出个主意。少奶奶，您真想和离？当然。那您去求长公主，长公主最疼惜女子。若您去哭诉，长公主一开口，国公爷和夫人都不敢反对。长公主会帮我，您试试就知道了。云舒，你为世子诞下双生子，功劳大，但做妾委屈你了。我给你封后嫁妆，这2日就离开，送你出府嫁人做正妻。母亲若执意送妾身出府，妾身不敢不从。但2个孩子是世子的骨肉，是国公府的子嗣，不能离开国公府。妾身走，孩子留下。你舍得？舍不得，但母亲的决定，妾身不敢违抗。只是孩子太小，离了生母，怕是会日夜啼哭。若母亲不嫌弃，妾身愿在府中做个奶娘，只求能每日看孩子一眼。你先起来，这件事容我再想想。母亲，她是我的妻子，谁也不能把她送走。世子，你孩子的事，儿子已经决定，3岁前养在云舒身边。若母亲执意送他走，儿子也不留府了。这件事，容我再想想。母亲只是暂时被压住，祝姨娘在家庙，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我知道，齐王的人最近频繁活动，我会盯着。姨娘，国公夫人想送云舒出府，被世子拦下了。云舒以退为进，夫人暂时收了念头。齐王的人之前递过话，说可以从国公夫人身上下手，现在该用上了。连夜送给齐王。云舒，你以为世子护得住你？亲家母，我们今日来是同意若竹和离的。同意？当初闹得满城风雨，今日怎么忽然就想通了？从闹和离以来，若竹就日渐消肉，变得郁郁寡欢，长此以往，身子虚弱，难当主母之责。不如现在和离，免得以后咱们2家从亲家变成仇家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商议和离事宜吧。国公夫人、江姨娘，请随奴才来。皇后娘娘已在坤宁宫等候。宣穆氏觐见。臣妇叩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民女叩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免礼吧。把俩孩子抱过来给本宫瞧瞧，本宫也很好奇的很。把前些日子供上的那对白玉如意拿来，还有那2套金锁片，给2个孩子。是。谢皇后娘娘赏赐。谢皇后娘娘赏赐。长公主一直跟本宫说，多亏有你，小郡主才能平安出生。你的这份功劳，本宫也记着呢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民女不敢再邀功要赏赐，皇后娘娘已经赏赐过民女了。起来吧，你献医书，保长公主母子平安，都是有功的，本宫不能薄待了你。这些赏给你，回去好好抚养2个孩子。谢皇后娘娘恩典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臣妇恭迎皇上。民女恭迎皇上。
都免礼。皇上恕罪，皇后娘娘恕罪。孩子年幼，没见过世面，惊扰了圣驾。这丫鬟长得有几分眼熟。无妨，小孩子嘛，哭闹正常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不愧是麒麟儿，生得钟灵毓秀，一看就是有灵气的。陆爱卿和离后续娶，可选定对象了？回皇上，还没有定下人选。那就好，那朕就赐陆爱卿一桩好婚事。陆爱卿和离后续娶，可选定对象了？回皇上，还没有定下人选。那就好，那朕就赐陆爱卿一桩好婚事。陆世子文武双全，风神俊秀，这和离了，想必京中又有不少贵女盼嫁呢。是瑶真那孩子，3年前就对陆爱卿一见钟情，如今听说他和离了，立刻写信给朕。皇上，这恐怕不妥。永安公主身份尊贵，可我儿并非皇家宗亲，又刚和离。公主下嫁续弦，你国公府拿交起来了。皇上，我儿性情冷淡，自从有了俩孩子后，更是从不留宿后院。若公主嫁过来守活寡，陆世子竟然能做到这般，毫不近女色。定国公夫人，你莫不是想要抗旨拒婚？妾身哪儿敢啊！若不是我儿不近女色，这子嗣也不会一直这么艰难。也就是江姨娘看过医书，又是个有福的，一举生下双生子，否则我儿怕是真要绝嗣了。此事不急，待瑶真回京再议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柳氏和离后就把你抬为正妻，也比娶一个燕国公主强。夫人别急，咱们对外可传世子爷诚心向佛，不耽于情欲声色，此乃世家清贵品行。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算账算多了，夫人教得好。好孩子，回府后你多主动点儿，别和世子疏远了。你好好照顾世子爷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是，正合我意。世子爷，咱们要不要坐实一下你不近女色这一点啊？世子爷，你跟着妾身过来。你在做什么？虽然要坐实世子爷不近女色的名声，可妾身不想守活寡啊。妾身在偷偷摸摸的邀宠。这里不合适。嘘，世子爷别说话，咱们不能被发现了，否则你名声就毁了。他嘴上说不行，身体倒很诚实嘛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到永安公主的事，妾心心烦，一时走神。今天算了，你心不在焉，没兴致。我有兴致啊，就是不敢。什么？没什么，那世子爷早些休息，妾身告退。等等，世子爷，永安公主的事，你不用太担心，我不会去的。妾身知道，世子爷最好了。系统，套餐到底行不行？宿主1万宠爱值包1年的套餐已上架，是否购买？买，赶紧的！已扣除1万宠爱值，长期措施已生效，有效期12个月。总算放心了。这就是北燕的永安公主，好威风啊！听说她是来和亲的，要嫁给咱们大钱的权贵。嫁给谁啊？听说她3年前就看上了定国公府的世子爷，如今世子爷和离了，她立刻就来了。陆谨言，本宫来了。这一次你逃不掉了。穆夫人，本宫不请自来，叨扰了。
臣妇见过永安公主，公主金安。民女见过永安公主，免礼吧。这就是麒麟双生子，果然粉雕玉琢，机灵可爱。也就只有陆世子能生出如此钟灵毓秀的孩子了。这话说的，好像孩子是世子爷一个人生的似的。你就是江姨娘孩子的生母？是，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不过也就那样。穆夫人，本宫听说你把府里的事都交给他打理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让这些奴婢下去吧，本宫想和孩子们亲近亲近。公主有所不知，世子如今没有正妻，按照族规，贵妾也可行使主母之权。那就更该尽快续娶了。本宫不介意做继室，等本宫嫁过来，自然会把府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公主，我儿清心寡欲，您千金之躯，何必自寻烦恼？本宫相信世子只是没遇见对的人，等他喜欢上本宫，自然愿意与本宫亲近，为本宫破戒，与本宫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是要让我出局？还杵在这里做什么？退下！江姨娘，你先退下，去隔壁候着。就站在院子里，多见见日光，照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这孩子怎么哭起来没完？快抱走！公主，孩子认生，还是让江姨娘来哄吧。一个妾室也配哄本宫看上的孩子？让奶娘来。恒哥，于哥，娘亲就在外面，别怕。穆夫人，本宫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待本宫让世子破戒点头，主动求娶本宫，本宫就是俩孩子的母亲，本宫会好好待他们的。公主，我儿性子冷，您何必？穆夫人不必多言，本宫心意已决，您只要告诉世子，本宫等他。今日叨扰了，本宫改日再来。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别做不该做的事。民女谨记。委屈你了，妾身不委屈，只要公主不来抢孩子，妾身什么都能忍。她不会抢的，她看上的只是世子，不是孩子。可她看不上妾身，妾身怕她会对孩子下手。她敢？这是大钱，不是北燕。永安公主，你最好别动我的孩子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来到大前。陆世子，两位小公子没事了吧？抱歉，是本宫思虑不周，惊吓到他们了。孩子已无大碍，还请殿下日后不要再靠近他们。若他们再有任何闪失，微臣会让公主后悔的。陆世子，你不喜本宫靠近俩孩子，本宫不靠近就是了。本宫喜欢的是你，今日宫中设宴为本宫接风洗尘，陆世子一定要来。微臣有紧急公务，这是皇命，你不可以不来。陆世子，是否还要本宫去向皇上舅舅请旨啊？殿下请来圣旨，微臣自然遵旨。陆谨言，你越是这样，本宫越要得到你。公主，传言陆世子有了子嗣后就没再宠幸过正常男人，怎么可能忍得住？这恐怕是拒婚的借口。怎么测试？晚宴时，公主让人给陆世子上特制酒，喝了能让人燥热，又不至于当场失态。国公府里有投靠公主的祝姨娘当眼线，让她命人留意陆世子回府后是否会宠幸。就按你说的办。想什么呢？江姨娘，大人在书房呢。这醒酒汤，你先下去吧，我送进去。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和世子爷说。是。世子爷，妾身给您送醒酒汤来了。这字狂的不像他，鹿茸酒上头了，看得人心慌慌的。看什么？世子爷，你来教妾身练字好不好？醒酒汤。
世子爷，擦擦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切身再检查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嘛，是他自己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。收收你脸上的媚态。妾身有吗？世子爷，醒酒汤记得喝，妾身走了。我真是越来越纵容他了。宿主，永安公主正在密谋对付你，是否支付宠爱值？查看详情。他敢！主子，夫人来了。妾身见过夫人。快免礼，听说你身子不适呀，没去请安，我过来看看。劳夫人挂心了。世子昨个真罚你写字了，还跪了。夫人，妾身昨日见世子爷酒饮得多，便送醒酒汤，想近身伺候。可世子爷斥责妾身不懂事，看不清局势，还罚妾身写字自省。夫人，妾身实在是无用。你也别难受，眼下稳妥些才好，免得永安公主知道说世子拒婚只是借口，根本不是不近女色。夫人，您待妾身真好。应该的。夫人彻底接纳我了，接下来就是永安公主了。祝姨娘，公主让奴婢传话，昨夜陆世子没有宠幸云舒，公主很高兴，但公主想知道陆世子是否真的不近女色。世子确实不近女色，有了子嗣后再没进过后院，那公主就放心了。不过公主还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公主好大的胆子，姨娘不也想除掉他们吗？事成之后，公主会帮二少爷袭爵。容我想想，你先回去。是。姨娘，真要帮公主？我们坐收渔利，何乐而不为？不过不能留下把柄，你让人盯着，见机行事。是。恭喜宿主完成6个月的喂奶任务，系统奖励30万宠爱值。宿主，你现在的账户余额已经有100多万了，可以为孩子购买一个天赋点了。天生神力，过目不忘，心灵手巧，灵魂画手，耳聪目明。这么多天赋，选哪个好？不如这样，我花100万买2个随机天赋怎么样？我有2个仔仔，1碗水要端平。你看我不花钱，你这系统也没法回收宠爱值，消费才是道理。你多搞促销活动，我也有赚钱的动力。那好吧，100万宠爱值随机抽取2个天赋点，宿主要现在抽取吗？抽吧。抽取完成，2个天赋点分别是天生神力、心灵手巧。天生神力给韩哥，心灵手巧给鱼哥，兄弟齐心，各有所长，完美。现在给俩孩子点亮天赋点，什么时候显露？宿主，你要是愿意多花6万宠爱点，可以提前到1岁的时候显露，让孩子在抓周宴上一鸣惊人。行吧，再花这6万，2个孩子的天赋搞定了，账户余额还有6万6，够用了。永安公主找人弄来瘟疫的脏东西，以古代医疗条件基本无解，对京城来说这是一场浩劫。她身为公主，把全京城百姓的命当什么了？草芥还是她争风吃醋的筹码。病毒可不会认人，她以为只咬别人不咬她，蠢货，简直蠢到家了。这里的人说到底就是一堆纸片人，可是他们对我笑过，帮过我，喊过我一声夫人。我护孩子是天经地义，但那些无辜的人，不能让他们给一个疯女人陪葬。按照系统提示，那个要往婴儿车里塞污染物的婆子一会儿就要出现了，必须第一时间抓到她。王婆子，给我站住！奴婢见过江姨娘，江姨娘有什么吩咐？跪那儿别动。系统，赶紧检测。宿主，消杀完成，请继续找到另外2个源头。这帕子上你已经碰过了，不出3天你就会发病，浑身起脓疱，高烧不退。江姨娘饶命！奴婢不知道啊，是有人让奴婢放的。谁让你放的？说出来，我可保你活命。是李壮，府里的小厮李壮，他说是帮贵人办事，给奴婢10两银子，让奴婢把这个帕子塞到小公子的婴儿车里。奴婢鬼迷心窍，奴婢该死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关起来，严加看管。是。江姨娘饶命！奴婢不知道啊。
世子爷，刚才妾身抓到了王婆子，她说永安公主派人指使她害两人，这帕子是罪证。帕子上有什么？有病毒，但妾身已经处理过了，不会传染。世子爷，你相信妾身吗？你要做什么？妾身要让永安公主自食恶果。韩哥发烧了。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不是说我阻断成功了，为什么孩子还是发起了高烧？宿主，你别着急，俩孩子发高烧，过几天就消退，不会有任何影响。你怎么不把所有病毒都消杀干净？我可是另外付了钱的。绿柳，快去请府医，让厨房熬退烧汤药，再打温水来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！怎么这么烫？还有没有其他症状？暂时还没有，只是发烧。是永安公主放的帕子导致。妾身以为及时发现了不会有问题，可还是被传染了。世子爷，这病传染性一定极高，您还是快些离开吧。再把妾身的院子封锁起来，别让夫人和国公爷他们过来，再被传染了。我不走。传令下去，封锁锦书院，所有人进出需经我同意。拿艾草熏当院子，制作面巾，派人告知国公爷和夫人，让他们不要靠近，隔离。是。世子爷，你不要担心，妾身有预感，孩子们不会有事的。你素来对他们的安危有一些感应，你说没事就断然不会有事，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感应。外面兵荒马乱，只有他站在我身边，稳稳地扛着。有他在，好像再大的事也没那么怕了。皇上，定国公府传来消息，说府上疑似出现疫病，已经封闭府门，请求皇上派太医送药。疫病？什么疫病？还不清楚，只说是双生子发高烧，可能是。立刻宣永安公主过来。是。皇上舅舅，您喊永安何事啊？这时辰也太早了。国公府的双生子发高烧，疑似染了疫病，你可知道？皇上舅舅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永安还没听说呢，病情可严重。不是你做的。皇上舅舅，你也太冤枉人家了！我心仪陆世子，怎么可能会害他的孩子呢？被陆世子知道了，那我和他不就一点可能没有了吗？你的手背怎么了？好像是被蚊虫叮咬了，这2天有点痒。多谢皇上舅舅关切。永安，你最好祈祷国公府那边不是疫病，你身上的红疹也只是蚊虫叮咬，否则……来人，送永安公主回寝宫，让太医给她看看。没有朕的命令，公主还有她身边的人都不准再出昭华殿。皇上舅舅，这是为何？你为什么要幽禁我？你之前说要让永安公主自食恶果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怎么做了。世子爷，那块帕子上的病毒，妾身并没有完全销毁，妾身让人留下了一小部分，用油纸包好，封在瓷瓶里。王婆子被带走之前，妾身已经让她把那个瓷瓶交给了李壮。李壮以为是公主交代的新东西，会亲手送到永安公主手上。你让李壮把病毒送给永安公主？对，那就让她自己先尝尝滋味。妾身祖母的医书上有记载，太医已经验证过了。你胆子真大。不是胆子大，是算得准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公主的病传染性很高，致死率暂时不知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本宫不过是染了病，等本宫好了。你不会好了，你知道你是怎么染上这病的？那块帕子我让人原封不动送还给了你。李庄王婆子，你用的每一个人我都知道。你胡说，婉晴是本宫的人。婉晴端给你的那杯酒里面的东西是你自己让人送来的。婉晴，你背叛本宫。奴婢不知道那是。他不知道，他只是按你的吩咐去李庄那里取了新东西。至于是什么，你从没告诉我。用的每一个人我都知道，你下的每一次手我都看着。你以为自己聪明，也是你自己喝下去。你害人不成反害己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让人送病毒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京城几十万百姓会因此丧命？你身为公主，心里可曾有过一丝不忍？你没有，你只想要一个男人。为了一个男人，你不配做北燕的公主，更不配活着。
安公主被遣送回北燕了，听说她脸上留了疤，在北燕也待不下去了。是她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我还觉得这结果太便宜她了。云舒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谁？若竹，是我，佳怡。我刚才在对面瞧见你了。是姚佳怡，文渊侯夫人。她性子直，说话不太好听。无妨，开门吧。若竹，还真是你啊！你这是和谁私下里聚会呢？也不喊着我们一起凑个热闹。这位是瞧着面生，不是京城的吧？她是云舒，定国公府陆世子的贵妾。见过几位夫人。贵妾，若竹，你什么时候和一个妾室搅在一起？佳怡，云舒她不是一般的，不是一般的妾室，那不还是妾室吗？若竹，你来见她做什么？是不是她约的你？看她这绫罗绸缎、穿金戴银的样子，明显是想向你炫耀她现在多有脸面、多有地位，炫耀她是胜利者。就是啊，若竹，你可是堂堂镇国公的嫡女，就算和离了，那也是贵女，你怎么能被她一个妾室如此欺压？若竹，你随我们去另外的雅间吧，别在这自降身份。你们误会了，是我约的云舒，我和她关系挺好的，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这上层阶族的社交圈子还真是壁垒坚固，在他们眼里，妾室就是妾室，永远低人一等。云舒的祖母温夫人，40年前是京城贵女，才华横溢，因家族获罪沦为罪女。前2天，皇上已下旨赦免温家罪过。你们拿到那本孕期护理医书时，也感叹写得好，那是云舒的功劳。没他献出医书并提议编纂，就没有这本书。若竹，一码归一码，你因为他才会和离，他不要脸的撵走你，占了你的位置，让你被人嘲笑，你和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就是啊，若是被外面的人知道你和他搅和在一起，别人又要笑话你了。若竹，我们走吧。抱歉，柳娘子不必道歉，你又没做错什么。几位夫人，烦请离开吧，咱们就别相看生厌了。妾就是妾，如此不懂礼数，俩孩子钟灵毓秀又如何？可惜投错了胎，让你做了他们的生母，生的再好也是贱妾的儿子。姚夫人，你可知当今圣上是什么出身？什么？我问你，当今圣上是什么出身，又是怎么上位的？你大逆不道！按你的说法，圣上的出身也要被诟病。姚夫人，你敢在外说吗？柳娘子，聚会的好心情已经没了，我就先走了。抱歉，今天是我考虑不周。你给我站住！佳怡，你惹谁不好，偏惹他，他连齐王都不怕，你还……那个江姨娘太过大逆不道，又野心勃勃。若竹，你以后不要再见他，他会把你害死的。世子爷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世子爷，今日妾身在茶楼与柳娘子见面，碰见她几个好友，被群嘲了一番。怎么回事？无非是说妾身出身低贱，配不上世子爷，说俩孩子投错了胎，说妾身是……温家已经被赦免了，选一个吉日，告知祖老和宗祠那边宴请宾客，给你抬为妻位。这就给妾身抬妻位了，祖老那边会反对吧？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只要父亲和母亲同意，就算祖老反对，也会被说服。谢谢世子爷。只是，即便妾身坐上妻位，即便温家被赦免，可妾身的祖父是奴才出身，那些喜欢用礼法规矩压人的，也依旧会瞧不起妾身。你真觉得你的祖父是奴才出身，不是另有他人？妾身虽然有所怀疑，但又不敢胡乱猜想。世子爷，你可查到了什么？前太子之事，你可听你祖母提起过？世子爷，你是说妾身的祖父有可能是前太子？当年将你祖母在交坊寺赎出的是前太子，你祖母原被安置在近郊别院，太子死后便失踪了。至于他为何隐姓埋名在府里为奴，是因缘际会还是刻意为之，不得而知。这身份不是尊贵，是超级无敌的麻烦。前太子是病死的，但他的儿子也夭折了，现在忽然冒出个我，老皇上知道了，能容得下吗？世子爷，即便这是真的，咱也不能宣扬出去，去和皇上认亲吧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
圣上心思，谁也猜不准。鹰王应该也知道，但他不说，足以表明态度了。你父兄那边，你也要保密。既然不能说，这么大的事，世子爷还告诉妾身瞒着臣妾不就好了吗？看你为出身自怨自焉，说出来让你知道，你也不差。外界的看法不必代替。世子爷也不怕我知道真相后，越想越憋屈，越想越不忿，就更不能容忍别人对我的轻贱。毕竟妾身祖上才是正统，很不一般呢。宿主来新任务了，1个月内定下正妻的名分，奖励2万生存值。这任务不错啊，正妻名分必须拿下。恒哥儿这孩子真机灵，还会照顾妹妹。你看小郡主，平日里一会儿就要找我抱，现在有恒哥儿陪着，都不找我了。韩哥儿就是爱热闹，在家里也是这样，带着弟弟们疯玩。可不是嘛，韩哥这孩子打小就懂事，知道疼人。这孩子，本宫真是越看越喜欢。穆夫人、云舒，你们可有给韩哥儿定娃娃亲？没有啊。回殿下，还没呢。恒哥儿才1岁多，臣妇还没想过这事儿。那本宫就要把环哥儿定为我的好女婿了。殿下，您这也太抬举韩哥了。韩哥如今出身只能算是庶出，怎么好和小郡主定娃娃亲呢？庶出。穆夫人，本宫听说你们府里一直没给云舒抬妻位，她可是为你们陆家生了双生子。殿下息怒，臣妇和世子一直想给云舒抬妻位。出身低。云舒的祖母温夫人当年可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再说父皇已经免了温家的罪，更何况云舒为国公府诞下双生子麒麟儿，现医书叫本宫母子平安，这功劳还不够？那些族老的眼睛是瞎了吗？殿下息怒，臣妇回去一定。回去什么？本宫今天就把话撂着，云舒这个妻位本宫保定了，明日本宫就去求父皇下旨，本宫倒要看看谁敢抗旨不遵。是，殿下英明。殿下，您对妾身太好了，妾身何德何能？云舒，你是本宫未来的亲家母，本宫不帮你，谁帮你？韩哥儿和小郡主的事，本宫已经跟皇上提过了，皇上也觉得2个孩子投缘，等他们再大一些，就把亲事定下来。殿下，殿下的大恩大德，妾身铭记在心，没齿难忘。等着本宫的好消息，圣旨一下，看谁还敢说你不配。这小子出来一趟，不光给自己定了个娃娃亲，还让我母凭子贵，扫清了抬正妻的障碍，很可以啊。夫人，按唐制，您今日穿这身礼衣最是端庄。这衣裳可真沉，夫人忍忍，一辈子就这一回。夫人真好看。还差什么？花钗，世子爷特意吩咐用赤金打制，上面嵌了红宝石。这一身怕有10来斤重，不过为了今天这个仪式，值了。一拜，再拜，3拜。累不累？还好。时已到，不知今夕是何夕，催促阳台进镜台。谁道芙蓉水中重，青铜镜里一枝开。你今天很好看，只是今天，每天都好看，今天格外好看。夫君也是，平日里清冷的像块冰，今日倒像化了。胡说什么？新人入青炉，重劳。夫君，你说这羊肉寓意什么？报复？不对，寓意夫妻同甘共苦，以后你吃苦我也吃苦，你吃肉我也吃肉，
那你怕是要跟着我吃一辈子苦了？不怕，只要跟夫君一起，吃什么我都愿意。我不会让你吃苦的。何锦，夫君，这酒有点甜。酒是烈的，那怎么到了我嘴里就变甜了？莫非是因为夫君喝过？礼成，撒哨。夫君，你帮我挡着点。好了，你故意的，不小心的。请世子爷先去陪酒，世子夫人回房歇息。你先回去，我很快来。少喝点儿，我可不想洞房夜对着一个醉鬼。放心，我会走。喝了多少？3杯。你说少喝，我就只喝了3杯。这么听话。你的话，我什么时候不听？那我说，我喜欢你，你听不听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是什么世子，也不是因为你给我抬了7位，是因为你这个人。从你第一次对我说累不累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。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？你等我？你以为我为什么非要抬你为妻？为什么连永安公主都去了？为什么大婚要按唐制来办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你风光大嫁，因为你值得，因为我也喜欢你，不，比喜欢更多。那你之前怎么不说？你是我的丫鬟时，我说了就是情婆；你是我的贵妾时，我说了就是施舍。现在你是我的妻，我可以说，云舒，我心悦你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心悦你。从你第一天到我身边，穿着那件旧衣裳跪在地上说奴婢怕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丫鬟不一样。那时候你就看上我了？不是看上，是觉得有你在身边，日子没那么难熬了。我也是，没有你不行。夫君，妾身现在是不是可以喊你一声夫君啊？你已经在喊了。那夫君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忙累了一天，你还有力气吗？来，干杯！你小日子是不是晚了几天了？快把府医叫过来！是。夫君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跟你学的。夫君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怀孕了，夫君也不要回自个儿院子睡，还要像现在这样，好不好？现在总觉得没你陪着，心里会不安生。好。现在妾身是夫君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恃宠而骄，理直气壮。那夫君觉得妾身要求多吗？你也可以提出来，咱们再商量。夸可以，哄不太会。每日一亲更没必要。那这样，每日夸不能少，我抱着你撒娇，你拍拍我的背，就算哄了。至于亲嘛，我亲你，你别拒绝就行了。可以。晚安。少奶奶，妾身今日离府，特来辞行，多谢少奶奶这些年的照顾。这是妾身的一点心意，望少奶奶收下。愿少奶奶福泽绵长，母子平安。你有心了，我也备了一份回礼，你带着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谢少奶奶。主子，这一匣子珍珠，个个珠圆玉润，一看就是珍品。收起来吧。
主子，这么好的珍珠，不拿出来做些首饰用吗？送去铺子那边吧，让他们看着用了。是。宿主，这一匣子的珍珠有问题。宿主，检测到危险物品，危险等级极高。祝姨娘和郭姨娘联手了，好狠毒的计策，将计就计。把这封信送给三夫人，亲手交给她，记住，只能她一个人看。主子，您吩咐。奴婢明白，今夜就带人蹲守，把人赃并获。记住，不要打草惊蛇，等他把东西埋下去再动手。主子放心，奴婢告退。祝姨娘，我等着你自己送上门。这几日你脸色不太好，明日让江衣女再来看看。夫君放心，妾身好着呢。主子，不好了！三房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三夫人见红了。夫君，我肚子也突然好疼。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去喊江衣女过来。肚子怎么个疼法？是坠痛还是绞痛？好像越来越疼了。世子爷，少奶奶怎么了？快给她把脉，她说肚子疼。少奶奶动了胎气，脉象不稳，我先给您服保胎药。孩子能保住吗？臣尽力。少奶奶需要卧床静养，不能再受任何惊吓。云舒怎么样了？夫人，少奶奶动了胎气，已经服了保胎药，需要静养。好孩子，你放宽心，孩子一定会没事的。多谢母亲。一定是祝姨娘，这三婶和云舒同时出事，除了她，府里谁还能干出这种事？母亲放心，我会彻查清楚。查，一定要查，这一次绝不能轻饶了她。祝姨娘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。国公爷，夫人，这么晚了，叫妾身来何事？祝姨娘，你自己做的事心里没数。夫人这话从何说起？妾身每日在院子里吃斋念佛，能做什么事？少装蒜！我问你，我夫人流产是不是你害的？三老爷，您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妾身与三夫人无冤无仇，怎么会害她？再说了，妾身一个妾室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倒是有些人怀了孕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到处得罪人，被人记恨上了，反倒往我身上泼脏水。祝姨娘，有人告你指使郭姨娘用进了乌母的珍珠谋害云舒，你可认？国公爷，妾身冤枉了。妾身在府里20年，从没害过人。郭姨娘离府是她自己的事，与妾身何干？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妾身。江氏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觉得是我害你差点流产，可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血口喷人，这就是你当家主母的气度。祝姨娘，你说我冤枉你，那我问你，郭姨娘送我的那匣子珍珠，上面浸染的南疆之术，是谁给她的？妾身听不懂。这匣子珍珠是郭姨娘临走前送我的，每一颗都被术法侵蚀。我已经让太医验过了，太医说整个京城能弄到这种东西的屈指可数。郭姨娘离京前写下了认罪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是你指使她用尽了巫毒的珍珠害我流产。事成之后，你帮他儿子谋个好差事，上面有郭姨娘的亲笔签名和手印，要不要请笔迹专家来验一验？那是伪造的，郭姨娘恨我，她故意陷害我。好，就算珍珠的事你不认，那我再问你，三夫人流产是谁动的手？
妾身不知道。这是三夫人的亲笔信，她说流产前1日，而那个煎药的丫鬟是你院子里的人。那个丫鬟已经被奴婢控制住了，她招供说是祝姨娘身边的李嬷嬷指使的。李嬷嬷已经被你打死了，死无对证。谁说死无对证？李嬷嬷死前留下血书，上面写的明白，祝姨娘，你让她毒杀三夫人的孩子，栽赃给我，一箭双雕。祝姨娘，珍珠的事你不认，三夫人的事你也不认，那埋在梧桐院外的巫蛊小人，你认不认？什么巫蛊小人？把人带上来。王婆子，你说谁让你去埋巫蛊小人的？是祝姨娘，祝姨娘说事成之后给奴婢50两银子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王婆子在你院子里当了5年差，你说不认识？国公爷，珍珠巫蛊，三夫人流产，梧桐院埋小人3件事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全部指向祝姨娘。儿媳请求国公爷主持公道。大哥，你还要包庇他？是我做的。郭姨娘的珍珠，三夫人的孩子，巫蛊小人，都是我做的。江云舒，你不过是个丫鬟出身的东西，凭什么做世子夫人？凭什么生那么多孩子？我恨你，我恨不得你死！祝姨娘，你恨的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选错了路，却怪别人挡了你的道。放肆！送祝姨娘去山上家庙，终生不得回府。陆怀远，你负了我！江云舒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身子还没好，不该站这么久。不站着，怎么看他被打脸？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就是有些累了。我送你回去。国公爷，祝姨娘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你也有责任。三婶的孩子保住了，她说是你提前给了她保胎丸，让她装流产引蛇出洞。夫君，妾身错了。你假装腹痛的时候，我有多害怕？夫君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肚子又疼了？夫君一凶我，肚子就疼；你一哄我，就不疼了。你，夫君，那保胎丸我留给自己吧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就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下不为例。遵命，夫君。以后不许再拿自己冒险。绿柳，我要生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叫人。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妾身不怕，有经验了。云舒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母亲，这才刚开始。生了，快问问，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回夫人，是小公子。府里又添丁了。赏，都赏。哎呦，这孩子长得倒是挺俊，可这小脸小手也太小了，比环哥哥他们出生时小了不少。这一胎云舒中间动了一次胎，孩子到底受影响了。又是一位小公子，哈哈哈，又是小子，又是个儿子。哎呀妈呀，还有一个呢！啊，还有一个，怀了3个。哎呦妈，这不会有事吧？云舒，你放心啊，有佛祖和菩萨保佑你，不会有事的。心里暖暖的，不过有系统在，不会有事的。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了，又是位小公子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这次没祥瑞啊！我看江氏自己就是送子观音娘娘下凡了，你一会儿直接拜她得了。我的天啊，这3个孩子怎么都长得一个模样啊？哪个是老3、老4、老5？回国公爷看襁褓颜色，
红色是3公子，蓝色是4公子，黄色是5公子。听说过2个孩子长一个样的，没见过3个孩子一个样的。5个孩子。主子，喜三宴收的礼物堆满了好几间屋子，礼单厚的看不完。您看看，这些都是奇珍异宝，这一波致富啊，给3孩子攒起来，以后当聘礼。主子，江府那边递了消息过来，温家人一进城就被城防司的人抓了。城防司不是咱们国公府的地头吗？自己人逮自己人。主子，温家人已经从城防司的大牢里出来了，跟着大公子回江府落脚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被抓的？温家一行人进城门的时候，行李太多，不小心冲撞了文渊侯夫人的马车。侯夫人姚佳怡受了惊，见温家人黑瘦粗糙，觉得被冒犯了，就让下人训斥驱赶他们。城防司巡逻的人正好碰见，为了讨好侯夫人，就把温家人带走，关大牢里了。姚佳怡，又是他。王爷，姚佳怡已经按您的吩咐给温家一个下马威了。陆谨言那边应该能猜到是您的手笔。猜到又如何？温家是前太子余孽，本王不过是在帮父皇清理而已。陆谨言要是聪明，就该知道这朝堂上谁才是未来的主子。王爷英明，文渊侯府早就投靠了王爷。姚佳怡不过是一枚棋子，王爷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中立，在本王这里没有中立，不站在本王这边，就是本王的敌人。温家的事不是偶然，有人在试探我的底线。夫君，怎么了？温家的事，不是姚佳怡一时冲动，是齐王的人在他背后煽动的。齐王？他为什么要对温家下手？温家是你祖母的娘家，你祖母是前太子救党之后，齐王这是在试探我们，他想看看我们会不会为了温家站出来。那夫君怎么回应？让文渊侯府道歉，已经是在表态了。齐王会知道，我们不会任人欺压。城防司那边我也打过招呼了，温家人不会再被抓。谢谢夫君。可是这样会不会让齐王觉得我们在跟他作对？不作对，难道要依附他？齐王心狠手辣，依附他只会被当成棋子，用完就丢。那太子呢？太子无能，不得圣幸，跟着他，迟早被拖下水。太子不能跟，齐王不能附，魏王残暴，这朝堂上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安心投靠的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不依附任何人，但要让自己成为谁都不敢小觑的力量。妾身明白了，从今天起，咱们不是在选边站，而是在为自己铺路。你明白就好。夫君，妾身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妾身手底下没有能在外跑腿的人，想让世子爷给妾身安排2个，不能有事就去找庆和、庆安，他们也要顾着夫君这边。可以，有什么偏好？要长得俊的，看着顺眼。他故意的。怎么了？妾身就是看着顺眼而已，又不会做什么。放肆！夫君可是醋了？他越来越放肆了，但我竟然不讨厌。夫君定是醋了，不过在妾身眼里，夫君是最好看的。再说这种话，就不给你忍了。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很诚实嘛。夫君，齐王已经把手伸到咱们家人身上了，这场夺嫡，咱们避不开了，对吗？避不开了。那咱们就正面迎战，不管最后谁赢，咱们都要站在胜利者那边，否则等待咱们的就是抄家灭族。
齐王，你最好别动我的家人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。朝堂之上，夺嫡之争暗流涌动。太子无能，但名正言顺；齐王有容妃撑腰，手段狠辣；魏王好色残暴，手下有一批死士。主子，您画的是什么？夺嫡势力图。夺嫡？这朝堂上的事，迟早会波及到咱们府里，提前看清楚，才好应对。宿主绘制夺嫡势力图，智谋值加10，奖励1000生存值。画个图也能赚钱，系统今天很大方啊！我们必须要在这场棋局中活下来。世子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？夺嫡势力图，夫君来看看，妾身画的对不对？大致不错，不过还有一个人你没画。谁？靖王，皇上的第五子，不问朝事，痴迷书画。靖王，他不是从不参与朝事吗？正因为他不参与，才更值得注意。他无害，所以所有人都不会防备他。万一太子、齐王、魏王斗得两败俱伤，最后上位的可能就是他。夫君的意思是，靖王可能是最后的赢家？不一定，但他是一枚暗棋，不可忽视。那咱们该怎么应对？你有什么想法？太子根基深，但不得圣心，咱们可以暗中帮他稳固地位，让他继续当靶子。齐王和咱们有旧冤，必须打压。魏王暂时不要招惹，但可以收集他的罪证。至于靖王，保持距离，但不交恶。如果他真的上位，咱们也不至于被清算。你思虑得很周全。那是自然，妾身可是要靠脑子吃饭的。绿柳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皇上身体越来越差了，朝中已经有不少人暗中投靠齐王。夫君，你说皇上会不会废太子？不好说，废太子是动摇国本的事，皇上不会轻易做决定。那齐王呢？他会不会逼宫？这种话在外面不能说。妾身只在夫君面前说。齐王有野心，也有手段，但他太急了，急就容易出错。咱们等着他出错就行。夫君真厉害。你也不差，这张图画得很好。那夫君给妾身什么奖励？想要什么？想要夫君。主子，不好了，大公子出事了！进来。世子爷，夫人，大公子在夫人途中遭遇埋伏，坠崖了。什么？说清楚。我们经过通州外的峡谷，突然有黑衣人袭击，他们人数众多，我们抵挡不住，大公子被逼到悬崖边，中了一刀，然后坠落悬崖。我们找了一整天，没有找到大公子的踪迹。大哥他……别急，坠崖不一定就是死，我立刻派人去搜救。夫君，你一定要找到大哥。会的。宿主，系统检测到赵福安遇袭是太子挡下的手，是否支付1万生存值？获取详细信息。支付。太子党担心赵福安在通州做大，影响皇长孙的地位，所以派人刺杀。赵福安坠崖后被人救起，目前重伤昏迷，但性命无碍。夫君，我感应到大哥还活着，但他受了重伤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我加派人手。大哥，你一定要撑住。太子党这笔账记下来。主子，外面有位林娘子求见，说是温家的亲戚，从西北来的。温家的亲戚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民妇林雨柔拜见世子夫人。快起来，你是温家的亲戚。是，民妇的祖母是温家的旁支。世子夫人，民妇求您做主。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民妇的夫君是西北商人，家境亨实。3年前，魏王的手下焦泰路过我们那里，看中了民妇。民妇不肯，他们就把我夫君打成了重伤，还把民妇的公婆都打杀了。民妇的夫君伤重也去了，民妇带着年幼的孩子连夜逃了出来，一路躲藏，才逃到京城。魏王、焦泰这些名字在夺嫡势力图上出现过。魏王好色残暴，手下焦泰作恶多端。如果能拿到证据，民妇听说世子夫人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又有长公主和英王撑腰，求世子夫人为民妇做主，严惩魏王。
你先别哭，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会帮你讨回公道，但你需要给我提供证据，证明是魏王的人做的。这就是证据，这是焦太手下写给我夫君的勒索信，上面有焦太的印章，还有明父夫君的尸检记录，证明他是被殴打致死的。这些东西先放在我这里，我会让人去核实。你先回去，不要声张，我会让人给你和孩子安排住处，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多谢世子夫人，明父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。你先别急着谢，这件事关系重大，需要从长计议。绿柳，送林娘子出去，安排她在府里住下，多派2个人保护。是。齐王在等鹬蚌相争，那我就先送魏王一程。臣弹劾魏王纵容手下焦太在西北作恶多端，霸占良田，受害者数10人，证据确凿，请皇上过目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程思源血口喷人。臣有证据，焦太在西北强抢民女，送入魏王京城私宅，焦太霸占田产，魏王从中分利，焦太杀人，魏王替他遮掩。这是焦太与魏王的来往信件，上面有魏王的私印。混账！你自己看看这些证据，你还敢说冤枉？父皇息怒，儿臣只是让焦太打理一些产业，不知道他在外面做这些事啊。不知道？你京城私宅里养着从西北抢来的女子，你也不知道？儿臣撤去魏王一切职位，关入宗人府，听候发落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魏王这个蠢货终于倒了，少了一个竞争对手，本宫的太子之位更稳了。还有何事启奏？臣御史刘正有本奏，臣弹劾太子无德不孝，荒淫无度，结党营私，僭越违制。刘御史，你血口喷人！臣有证据，太子在皇上病重期间不仅不忧心，反而在宫中寻欢作乐，夜夜笙歌，此乃不孝。太子宠信奸佞，荒废政务，此乃无德。太子所用车马、服饰、器皿，皆与陛下同治，此乃僭越。太子拉拢权臣，私自任免官员，收受贿赂，此乃结党营私。这是臣收集的证据，请皇上过目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刘御史一定是受人指使，故意诬陷儿臣。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所奏属实。太子若有冤屈，可让3司会审，臣愿与太子对质。够了，刘御史，你说的这些可有确凿证据？回皇上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有证据可查，臣愿以死明志。快传太医！皇上，臣死谏，请皇上严惩太子。皇上，刘御史轰了！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冤枉啊！传朕旨意，即刻起，太子禁足东宫，不得出入，命3司会审，彻查刘御史所供之事。退朝。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魏王倒了，太子废了，这皇位就是本王的了。齐王如今一家独大，朝中无人能制衡，咱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。你有什么想法？靖王，皇上不立齐王，说明心里有人选。靖王虽然不问朝政，但他无害。如果最后是他上位，对咱们最有利。你想支持靖王？暗中支持，但不能让他知道，让他以为是自己运气好，不是有人在帮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件事我来安排，你安心照顾孩子。大哥，妹妹，让你担心了。伤都养好了吗？有没有落下什么毛病？都好了，你放心，就是头上还留了一道疤，腿偶尔还有点不利索，不碍事。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坠崖后被一个过路的商队救了，昏迷了半个月，醒来什么都不记得，养了几个月才慢慢想起来。怕太子党再动手，就隐姓埋名，等伤好了才敢回京。大哥，一路辛苦。
世子爷，先回府再说，母亲和岳母都在等着。好。大哥，你这次回来，皇上有没有什么安排？我进宫面圣了，皇上说让我入主户部，监管财政。户部，那可是要害部门。皇上这是要重用大哥，户部掌管钱粮，是朝廷的命脉，让大哥去户部，说明皇上信任他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户部关系复杂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我担心。大哥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在通州做出那么好的政绩，皇上都看在眼里。再说，有世子爷在朝中照应，你只管放手去做。我会让人在暗中帮你盯着，不会让别有用心的人使绊子。多谢世子爷。大哥，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？这些账目怎么这么乱？江大人，这是历年积攒下来的，一时半会儿理不清。从今天起，所有账目必须按月清结，不得积压。我会派人核查，如有纰漏，严惩不贷。都下去吧。啊，是。这些账目漏洞百出，看来户部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失败了。王爷，赵福安身边的暗卫太厉害，我们的人还没靠近就被发现了，死了5个，剩下的都撤了。废物！王爷息怒，赵福安回京后，身边一直有暗卫保护，我们很难下手。暗卫是陆景言派去的，应该是定国公府的暗卫身手了得，我们的人不是对手。先撤回来，不要再动手了。赵福安刚回京就出事，容易引起怀疑。是。赵福安、陆景言，你们等着，等本王登上皇位，第一个拿你们开刀。娘，我们要进宫了。知道了，别咋咋呼呼的。到了宫里要守规矩，不许乱跑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娘早安。于哥哥过来，娘给你整理一下衣领。进宫以后要跟紧祖母，不许乱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娘，我要去看皇上爷爷。我也去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马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母亲，孩子们就交给您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出不了差错。娘，我们走了。去吧。国公夫人携众孙叩见陛下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孙叩见皇上。皇上万岁！都起来吧。这个孩子是老三。回皇上，是老三陆景月。过来，让朕看看。皇上爷爷好。哈哈哈，好，这孩子真讨喜。哈哈哈。这个好看。喜欢吗？送给你。谢谢皇上爷爷。皇上，这玉佩太贵重了，孩子还小。1块玉佩而已，朕喜欢这孩子，给他留着玩。谢皇上赏赐。皇上，臣孙有事要奏。哦，什么事？皇上，赵元汉欺负我3弟弟，臣孙就打了他一拳。赵元汉，魏王的儿子。回皇上，小孩子之间打闹已经没事了。才不是打闹，他就是欺负人。夫子还偏心，让我向赵元汉道歉，还罚我抄学堂戒律。我不服气，就拉着3弟弟来找皇上告状了。你倒是有胆量，赵元汉比你大好几岁，你也敢打他？他欺负我弟弟，我就要打他，不管他多大。好，有骨气。这件事朕知道了，回头朕会训斥赵元汉。你说什么？皇上因为你欺负陆景月的事，把你父王叫去训斥了一顿。陆景恒那个小崽子居然敢到皇上面前告状，还有陆景月。母妃，3弟弟，你还帮他说话？
定国公府云舒生了5个儿子还不够，又生了双生女儿，真是好福气呀！云舒、陆景恒、陆景月，本宫记下了，本宫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这几个孩子就交给你们了。3胞胎刚启蒙，从3字经开始教。国公爷放心，我等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所托。董师傅，恒哥和老四的武艺就交给你了。韩哥天生神力，要好好引导，别让他伤了人。老四虽然力气不如他大哥，但胜在敏捷，你看着教。属下明白，大公子和4公子都是练武的好苗子，属下一定用心教导。你们要好好学，别给祖父丢脸，将来长大了要为国公府争光。祖父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练武，以后上战场杀敌，给祖父争光。孙儿会用心读书，钻研机关术，做出有用的东西。我也会好好读书的，我要跟大哥一样练武，以后跟大哥一起上战场。我也学。好，都是祖父的好孙儿。走，带你们去看看各自的学堂和演武场。主子，元儿奶奶来了，在外面求见。梁彩蝶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妾身见过少奶奶。博远给少奶奶请安。快起来，吃了吗？吃过了。妾身带博远来是想送他去族学，只是孩子有些怕生，妾身想请少奶奶帮忙说句话。博远，过来。博远，你几岁了？5岁。想不想跟恒哥他们一起玩，一起读书？我想去，可是我怕他们不喜欢我。怎么会呢？恒哥最喜欢交朋友了，你去了他肯定高兴。于哥虽然话少，但他会送你好玩的东西。3胞胎弟弟们也很乖，去吧，试试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少奶奶不会骗你。那我去。带博远去族学，跟夫子说一声，安排他坐在恒哥旁边。是。博远少爷，跟奴婢走吧。娘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擦擦吧，孩子去上学是好事，哭什么？妾身是高兴的。博远这孩子从小就胆小，妾身又一直把他拘在院子里，养得他越发怕生。今天他能鼓起勇气走出去，妾身心里又酸又甜。孩子开心，你应该笑。少奶奶说的对，妾身应该笑。博远也是国公府的孩子，不该被关在院子里，让他跟汉哥他们一起，慢慢的他就会变了。娘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赵元汉有妹妹，李明远有妹妹，就连小五的奶娘家的孩子都有妹妹，就我没有。我已经有4个弟弟了，不缺弟弟，就缺妹妹。娘，你给我生个妹妹吧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娘生你们已经很辛苦了，不能再辛苦。我也想要妹妹。弟弟，你也想要妹妹？妹妹可以玩，弟弟不好玩。夫君，你看孩子们都想要妹妹。你答应过我不生了。那是以前，现在孩子们都大了。爹爹，你就让娘生一个妹妹吧，我会帮忙照顾的。我力气大，可以抱妹妹，还可以教妹妹射箭。我也会照顾妹妹，我可以给妹妹做玩具。这事以后再说。不行，现在就说。爹爹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吃饭了。恒哥儿，你舍得吗？舍不得，但是为了妹妹，我可以忍。弟弟们，咱们跪下求爹爹。爹爹，求你了，给我们生个妹妹吧！求爹爹！都起来！爹爹不答应，我们不起来。你们，夫君，孩子们这么懂事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再说了，又不是你生，你怕什么？你倒是说的轻巧，怀孕受苦的是你，生孩子的也是你。娘答应了，爹爹，娘都答应了，你不能不答应。爹爹答应吧！行了，都起来，这事再说。不要再说，就要现在答应。夫君，你就答应了吧，你看孩子们多可怜。你就惯着他们吧。好，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们娘亲怀孕的时候，
你们要乖，不能惹他生气，不能让他累着。没问题，我会看着弟弟们的。我也会，我也会。都起来吧，地上凉。妹妹，我是你大哥，你要快点出来哦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都回去睡觉吧。那爹爹和娘也要早点睡。小主子们，奴婢送你们回去。不要！夫君，你看孩子们多可爱。你倒是会顺水推舟。妾身也是。主子，该起了。今天怎么这么困？主子，您最近老是犯困，要不要让江一女来看看？也好，让她过来吧。是。夫人，江一女，我最近总觉得困，胃口也不太好，你帮我看看。是。恭喜夫人，是喜脉。什么？夫人有喜了，已经月余，还真怀上了。孩子们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高兴坏了。恭喜主子，贺喜主子！先别声张，等世子爷回来再说。是。这个孩子来得真快，不知道是男是女。恒哥哥他们盼着妹妹，希望这次能如他们所愿。夫君，是女儿。女儿好，她在抓我。看来她喜欢爹爹。生了，是女儿。回夫人，是2位小贵金，母女平安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哎呦，这2个小丫头长得真俊，瞧这小脸粉嫩嫩的。老大叫知意，老二叫知微。是，夫君给取的名字，陆知意，陆知微。知意、知微，好名字，有意境。娘，妹妹呢？我要看妹妹。进来吧，轻一点，妹妹在睡觉。他们好小啊，脸皱巴巴的，像小老头。胡说，妹妹哪里像小老头了？过几天长开了就好看了。那我可以抱抱他们吗？现在还不行，等他们大一点。那我要给妹妹做一把小弓，等他们长大了，我教他们射箭。妹妹好看，我给妹妹做一套小首饰。恒哥儿和鱼哥儿这么小就知道疼妹妹了，真是没白疼他们。今日中秋佳节，难得一家人团聚，来，大家一起举杯，祝咱们家和和美美，团团圆圆。国公爷，这些年多谢您对云舒的照顾。哪里，云舒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，照顾她是应该的。倒是你，在西北养马立了大功，皇上都夸你呢。都是托国公爷的福。亲家母，你茶楼的生意越来越好了。我听好几个夫人说，都喜欢去你那儿听曲。夫人过奖了，都是托您的福。要不是您当初照顾，我们家哪能有今天？前世我是个孤家寡人，被领导坑，被车撞死。没想到穿越到古代，反而有了这么多疼爱我的家人。世子爷、夫人，请往中间靠一点。大公子，请把剑举高一些。二公子，请看着前方。要画多久？我手都酸了。快了，大哥，坚持一下。我腿麻了。快了，再忍忍。好了，请各位看看，可还满意？很好，劳烦画师了。好，画得好。
夫人客气了，能为您府家作画是小人的荣幸。回头裱起来，挂在正厅，让来客都看看咱们陆家人丁兴旺。我在这里，手里拿着剑，好威风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笑得好开心。我在这里。等妹妹们长大了，看到这幅画，一定会很高兴。送去裱画铺，裱好了挂起来。是。娘，今天天气真好。是啊，我们以后每年都画一幅全家福，好不好？好，每年都画。那我要每年都做一个新玩具，让画师画进去。我要每年画一幅画送给娘。我要每年设一个靶心，让画师画下来。我要每年雕一个小动物送给妹妹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太幸福了。